有点笑到了，根本没被伤害到。我恍惚了一下，其实在上初中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妈怀孕了，没想到是双胞胎。出国的5年时间，他们避免了虐文主角的走向，竟然从根正苗红的小娃娃，往着诡异的方向长歪了。在半空的手愣了一下，巴掌虽迟但到。我为他不轻不重的狠话感到十分匪夷所思，认真的发问，难道被你认是件什么很值得骄傲的事吗？你又不是什么身价千万值得巴结的人物。木然显然没想到我是这个态度，他把下巴扬起一个高傲的弧度，语气满是命令，少给我小瞧人，有本事你放开我来单挑。我怜爱的眼神落在他身上，木寻很有眼色地捂着脸，蜷缩着身体躲在角落。我轻叹了一声，为什么要用这种语气跟姐姐说话呢？我很伤心。木染挣扎着想要挣脱开我的手，有些得意忘形，放开我，你伤心关我屁事，爸妈都没说我你就敢管到。他话没说完，我一声不吭，又是一巴掌。木染瞪大双眼尖叫，手脚并用挠了我几道口子。我心一沉，应该有5年没有见了，或许你早就忘了我是个怎样的姐姐。我阴恻恻地开口，我不是生你的妈，养你的爸，下手经常没个轻重，多理解一下哈。本来半夜接到电话要赶回来已经很烦了，回到家还要解决这2个糟心玩意儿。晦气没一会儿，别墅彻底响起了鬼哭狼嚎的喊叫声。我熬了个大夜，将要的东西发给人家替我跑腿。天蒙蒙亮，在蒋妈的投喂下，炫完了2屉小笼包，3杯豆浆，半锅肉粥，3份肠粉加油条。回头一看，俩糟心玩意儿还面壁跪着。他们不敢跑，因为我喊来守着的保镖是真的会直接撂倒他们。其实我也知道打孩子并不能解决问题，相反可能还会激起更加过分的反叛心理，但该方法实在过于解气，我完全不能拒绝。过来吃早饭。木寻过来了，老老实实捧着碗喝粥，不敢说话。木染倒是有骨气，明显不服气，踹了下门就要出去。